有人调侃说，国外油卖3块，国内卖8块，结果还亏钱，是不是油桶太贵？听上去像个段子，但这正是2025年中国化工业最真实、最残酷的写照。7月31日晚，中国石化突然自曝，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预计仅为201亿至216亿元，同比狂跌近40%，创下近5年来最差成绩。紧接着8月1日开盘，中石化股价跳水，盘中暴跌超5%，收盘跌幅锁定在5.32%，创下年内单日最大跌幅。连带着中石油也遭血洗，当天暴跌4.06%。是的，中国能源巨头轰然哀鸣，油还在卖，钱却没了。但更悲惨的是，中石化的崩不是孤立，而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利润率坠崖的缩影。1吨化工品不如1吨矿泉水值钱，看起来荒诞，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。现在卖1吨化工品，利润不如卖1吨农夫山泉。这是2025年上半年业内的共识，甚至被媒体反复引用。我们不是在调侃，而是在看一个产业链被压垮的全过程。根据中国石油化工最新统计，中国监测的157种化工产品中，仅46%盈利，毛利率高于5%的更是不足1/4%，44%处于盈亏线徘徊，正负5%之间，等同于白干一场。再看看国家统计局数据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营收36957.4亿元，同比增长仅2.1%，利润1515.8亿元，同比下降4.7%。化学纤维制造业营收4390.1亿元，同比下降7.1%，利润84.9亿元，同比下滑12.9%。这意味着营收上去，利润却越来越少。这不是增长，是掠夺资源的慢性自杀。而在消费品领域，农夫山泉、华润饮料却赚得盆满钵满。Wind 数据显示，2024年农夫山泉毛利率为58.1%，高于90%A 股上市公司。华润饮料毛利率亦超过80%港股公司。你没看错，在这个国家，卖水的比卖油的赚钱，瓶装饮料的利润竟然碾压整个基础化工产业。中石化利润腰斩不是偶然，是预警。今年1季度，中石化净利润仅为132.64亿元，同比下滑27.6%，营收下降6.9%。到了第2季度更惨，按全年上限216亿利润倒推，2季度利润最多仅83.36亿元，环比又跌37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连中石化都挡不住利润流血的速度。公司公告给出3大理由：1、国际原油价格下跌；2、化工品毛利低迷；3、市场竞争加剧。但财经评论人指出，最根本的不是油价，而是化工业务在拖后腿。像乙烯、丙烯等基础化工品价格长期低迷，中石化1季度化工业务直接亏了14亿元。你以为原油便宜，炼出来就能挣钱？错了。高价囤货的中石化遇上油价断崖，库存一夜之间变成烫手山芋，毛利直接被吞噬。就像一场赌局，下注下错了方向，却来不及止损。除了油价，还有更致命的一击，柴油没人用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石化柴油销量暴跌17.2%，连带炼油加工量下降5.3%。这不是一时波动，而是行业趋势。物流行业不景气，大货车跑得少了，电动车加 LNG 重卡崛起，传统燃油车被碾压，房地产、基建全面收缩，用油需求跌无可跌。看看数据，汽油产量同比下降4.8%，柴油产量同比下降17.2%，成品油总销量
同比下降3.4%。你会发现，成品油需求已触顶，甚至正在进入自由落体阶段。中国石油报早就发出警告，到2030年，汽油消费将较2023年下降25%，到2035年将再降50%。未来唯一的增长点只剩下航空煤油。这是一场不可逆的洗牌，有老虎成了被淘汰的产业遗孤。中石化曾经雄心勃勃推行走出去战略，希望通过海外油田布局分散风险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石化海外原油产量骤降5.2%。为什么？地缘政治风险高企，国际合作政策收紧，海外项目受限于技术、监管与安全风险。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，中国企业在海外频频吃闭门羹。走出去原本是中石化对冲国内市场的希望，现在也开始断裂。连石油这样的硬通货都在失去全球舞台，那其他传统行业还剩下什么？中石化利润近腰斩，不只是一个企业的坏消息，而是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前车之鉴。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，更是就业的蓄水池。但2025年上半年，这块石头开始裂了。先看一组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5年1至6月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.4%，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4.3%，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利润同比暴跌16.7%，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下降29.6%，汽车制造业利润下降18.1%。这不是一两家企业没管理好，而是系统性塌方。有人说工业利润少一点，国家调结构吗？但事实是，不是结构调整，而是结构失衡，是下游没人要货，上游不敢投产，中游被榨干的恶性循环。尤其是传统制造、化工、钢铁、能源、机械全线利润告急，连国家队都保不住自己。表面看，中国制造价格越来越便宜，但实际上成本越来越高，利润越来越薄。以前是靠规模换利润，现在是价格换生存，越便宜越卖不动，越卖不动就越卷。你知道中国化工业现在什么情况吗？产品毛利率低于5%的占比超过70%，毛利率高于10%的行业已经成了稀有动物。化工企业平均账期拖长至120天以上，现金流极其紧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一，原材料端不稳，原油、天然气、煤炭价格波动大，进口渠道受限，库存成本高企。2025年上半年，人民币汇率不稳，使得能源进口成本猛增8.7%。第二，产能严重过剩，化工产能早已饱和，甚至部分细分领域产能利用率不到60%，但地方还在批新厂。为了 GDP， 为了招商引资，为了政绩考核，拼命上项目，最后全行业自相残杀。第三，内需极度疲软，居民消费信心不足，房地产下行，基建乏力，终端产品卖不出去，化工产品自然没人要。这就是产业链断裂的真实表现，上游涨价，中游亏本，下游断货，人人都在裸泳。有人说，中国的旧经济策略靠基础设施建设、制造业升级，但现在的现实是，企业不投，老百姓不花。中石化不赚钱，还要硬撑员工维稳、国企责任，但民企就没这么好运。2025年第二季度，全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仅0.8%，创下近10年新低。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已跌至63.5%，产能过剩积成定局。而消费方面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仅2.2%，居民储蓄率创下历史新高。
消费信贷余额下降3.6%，中产不买房、不换车、不旅游，只买打折货，只用二手平台。拼多多成了救命草，淘宝都撑不住了。而国家财政怎么办？向企业征税，向民众抽血，对海外收入征税，加强数据监管，限制资金出境，政策的每一刀都搁在产业与民众身上。中石化都快撑不住了，小微企业、个体户还有出路吗？在一边是中石化，各大传统制造业巨头利润腰斩，股价暴跌，负债累累；在另一边是新能源、AI 炒作，投机资本横飞，上市公司靠炒概念维持生计。你以为这是新旧动能转换？不，这叫虚火乱烧，实业凋敝。新能源车看似爆发，但整个产业链账上却在烧钱。光伏、电池、储能企业一边全球领先，一边裁员降薪，资产重组。制造业工人下岗后进直播间，老板跑路后转投 AI 概念炒股，传统的产业逻辑被打碎，留下的是一地鸡毛。而监管部门呢，只看 KPI， 只管增长率，却忘了最基本的一条：企业能不能活下去，员工有没有收入，国家有没有实业基础。中石化是央企之王，是化工之源，是国家能源的血管，连它都开始高营收低利润，靠吞老本撑场面，那还剩谁能独善其身？2025年上半年，这场利润崩塌不是偶然，是周期性危机的爆发，是结构性恶化的警告。成品油已触顶，制造业已陷泥潭，消费不再增长，出口受阻，投资乏力。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再是软着陆，而是在慢慢下沉。没有结构转型，没有真正放权，没有制度性松绑，再多的钱砸进去，也只是油桶加水。中石化这场利润血崩不过是一个开始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露出冰山一角。